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今日我们要回到古希腊，一起共享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位师徒们带给我们的无上智慧。没错，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旅程。如果我现在告诉正在收听的你，西方思想史上最大的一场争议，就是一场持续了2000多年的学术对立，其实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巨大的误会呢？你想想看哦，过去只要一提到西方哲学，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一个很深刻的刻板印象。通常是那个很经典的画面。对，就是柏拉图永远指着天上，代表他那个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理性世界。然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是务实的把手掌伸向地面，强调我们眼前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这2000年间，无论是学者还是你我这样的大众，似乎都觉得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就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没错，你不是选天上的唯心，就是选地下的唯物。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这场文献深度解析，将会彻底颠覆这个二元对立的僵局。确实，这也是我们当初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最想要突破的盲点。我得跟听众朋友说，这份文献真的蛮震撼的。你们提出了一套极具野心的框架，叫做整体的哲学，甚至还借用了一个东方佛教的概念，叫做华严六相，把它当做一个解码器。结果，哇，竟然成功让这两位看似水火不容的希腊哲学巨头达成了完美的视域融合。是的。可是老实说，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份文献的时候，我心里是有极大的疑问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当年可是白纸黑字的批评过他老师的理性论呢，这究竟是怎么办到的？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是非常合理的。毕竟历史上的学派对立早就已经根深蒂固了。对啊，大家都吵了2000年了。没错。那我们在研究什么做的，并不是去扭曲文本，或者是强行把两种互相排斥的理论用现代的观点缝合在一起。在我们的文献解析中，我们严格从我们的共同探索视角出发，试图回到那个思想萌芽的最源头。回到源头，看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应该说，我们发现，如果你拨开那些表层的学术争论，你会看见他们其实是在同一个动态宇宙的不同节点上，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语汇去描述同一个真实。同一个真实。对。而您刚刚提到的华严六相，正是我们用来拆解这个宇宙的关键工具。这6个相分为3个层次，也就是体、相、用。体、相、用。没错，这其实不是什么玄学。我们发现它完美对应了西方哲学的3大支柱，也就是形上性、知识论，还有伦理性。等一下，让我们先把脚步稍微放慢一点，因为华严六相这个词，对我们很多听众来说，可能听起来非常深奥。它具体包含了哪6个相？我们又要怎么把它套用在2个古希腊人的脑袋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6项分别是总、别、同、异、成、坏。总、别、同、异、成、坏，听起来很像某种对称的结构。对。我们可以一组一组来谈。首先是宇宙的体，也就是形上性，探讨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基底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没错，在这里我们对应到了6项中的前2项，也就是总相与别相。如果我们先回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一直试图寻找事物的本质，对吧？就蛮符合大家对他的印象。您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把一个物体的颜色、形状、重量，甚至材质，一层又一层地剥除，最后会剩下什么？哇，这要怎么想象？让我试着具象化一下，这就像是一大块还没有被捏成任何形状的粘土吗？这个比喻很接近，但还可以再更退一步。不对，因为连粘土这个词其实都已经有了具体的属性了，它有重量，有颜色。没错，您抓到重点了。所以它应该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就是在它被倒进任何模具之前，它什么都不是。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有潜力变成宇宙中的任何东西。您的直觉非常敏锐。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后会剩下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规定性、纯粹的潜能基底，他称之为纯质料。
希腊原文是 materia prima。materia prima， 所以这就是那个纯粹的可能性。对 ，materia prima 就是缺乏规定性、完全没有边界的纯粹潜能。因为它没有边界，您在里面根本无法区分出那一个或是那一个，所以在逻辑上，它就是绝对连续的一，也是绝对的空。没错，这正是我们框架中所谓的总相。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翻开柏拉图晚期的著作，也就是《地脉欧篇》的时候，我们发现柏拉图也描述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概念。真的假的？柏拉图也有讲到这个？是的，他将其称为载体，或是某种无疑民众的空间。希腊原文是 chora。等等，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亚里士多德的 material prima 就是这个纯质料，跟柏拉图的 chora 也就是载体，其实根本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的研究的确指出了这一点。哇，这蛮颠覆的耶！因为过去大家总认为亚里士多德看重实体的质料，然后柏拉图看重虚无的理型。结果他们两个人在探讨宇宙最底层的总相的时候，竟然看见了同一片代表着一与空的基底。正是如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视域融合的第一步。了解。但是宇宙的性上学不可能停留在这里。如果宇宙只有这团没有边界的空，那我们现在眼前这五彩缤纷、充满差异的大千世界是怎么来的？对啊，总不可能永远都是空，这应该就是那个模具要出场的时候了吧？那团充满可能性的纯质料，需要某个东西来赋予它具体的形状和意义。没错，这就必须进入形上学的第二个面向，也就是华严六象中的别相，代表着多与有。所以别相就是负责产生这些多样性的。对，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里，用来赋予质料意义的是形式。而当他把这个形式的概念推演到极致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依赖任何质料、永远处于完美实现状态的存在。这个我有点印象，这是不是就是那个著名的不被推动的推动者？没错，也就是纯形式。这个纯形式赋予了世界具体的规定性，让事物成为了他自己。但这听起来非常柏拉图啊。哦，怎么说？如果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参与的纯形式，那它跟柏拉图那个高悬在天上、完美无缺的理型到底有什么差别？历史上亚里士多德不是一直在反对柏拉图的理型论吗？其实，这正是我们在研究文献中想要点破的千古盲点。所以真的是盲点。对，亚里士多德反对的是把理型当作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的实体，但是当他自己把逻辑推演到终极的时候，他所提出的纯形式在形上学的作用上，完美呼应了柏拉图存有金字塔最顶端的善的理型。所以善的理型也就是别相。没错，无论是纯形式还是善的理型，它们都是产生宇宙万物千千万万的多与有的源头啊。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论述。所以过去我们都以为他们两个人在争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学，我们习惯把它们对立起来。对，一个为物，一个为心。但根据你们的框架，总相的空，也就是纯质料与载体，跟别相的有，也就是纯形式与善的理型，根本就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我们的核心洞见正在于此，形式性本身就是是一亦是多，非一非一多，即一即多。是一是一多，即一即多。对，当您把逻辑推演到绝对的极限时，极致的满与极致的空必然会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回圈。我们认为，它们根本不是在建构互相排斥的理论，而是在描述同一个宇宙形上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好。我现在稍微能消化这个震撼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总相与别相，理解了宇宙的体，也就是它的终极基底。是的，体的部分完成了。但这随之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宇宙的本质是这样一个在绝对的空与纯粹有之间无限回圈的庞大存在，那我们人类这颗充满缺陷、充满限制的大脑，到底要怎么去认识它？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困境。对啊，我们又不是神，大脑遇到这种绝对概念，难道不会直接短路吗？这应该就进入了你们框架中第二个层次了吧，也就是相对应知识论。您这个过渡非常精准，我们确实需要一套过滤器或者桥梁，
否则我们的心智真的会被这庞大的形上学给压垮。那这个桥梁是什么？这就来到了知识论的范畴，也就是华严六象中的第3与第4象，同象与异象。同象与异象。我们必须先明白一件事，在古希腊人的眼中，知识绝对不是我们现代人以为的那种死板的数据，不是像写在维基百科上的词条那样。对，不是那种静态的东西。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媒介，它是用来处理一与多的关系的。要产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心智必须同时处理事物的共同性与特异性。通同性与特异性，这让我想到我们日常学习新事物的过程。你现在想象一下，假设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一只从没见过的奇特动物，比如一只水豚好了。水豚。我大脑的第一个反应绝对是去我原有的资料库里找相似点，我就会想，它有毛，有4只脚，看起来像某种巨大的老鼠。这就是找共通性，也就是你们说的同象，对吧？完全正确。在同象，也就是共通性的处理上，柏拉图在他的辩证法中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第一步。哪一步？他称之为综合，希腊原文是 synagogue。综合。对，意思就是把散落在各处、看似不相关的个别事物，统摄到一个代表着同的大类别里面。而这个过程精准地对应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用来分类的核心概念，也就是类。希腊原文是 genos。genos 就是类的原文。没错，我们认为没有 synagogue 或 genos， 我们连说出这是一只动物的能力都没有啊，因为所有的事物对我们来说只会是毫无关联的碎片。但是光是有同象还不够啊，如果我就停留在这一步，我就只能指着水豚说这是一只大老鼠，那这个知识也太粗糙了吧？确实如此。这时候大脑的第2步机制就会启动了，我会开始想，这家伙哪里跟老鼠不一样？它们有长长的尾巴，而且它的脚上好像有蹼。这就是去找差异性，也就是异象出场的时候了。您举的这个例子非常生动。也就是说，没有差异，我们的心智就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的整体。这就引出了知识论另一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动作？柏拉图在完成了综合之后，紧接着提出了辩证法的第2步，叫做划分。希腊原文是 diairesis。划分。柏拉图形容这就像是一个熟练的屠夫，必须顺着猎物天然的关节将其切开，找出一层又一层异的大类。顺着关节切开，这比喻蛮有画面的。是的，而这与亚里士多德在定义学说中提出的种差概念，希腊原文是 diaphora， 有着惊人的契合。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 diaphora 这个种差和柏拉图的 diairesis 这个划分，其实是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我们正是希望指出这一点。原来如此，所以透过辨识出差异，我们才能在庞大的类别中精准地定位出具体的事物。没错，无论是柏拉图强调灵魂向上的辩证法，还是亚里士多的那套严谨的逻辑学分类系统，其实他们都在教导我们同一件事，就是如何透过同与异的介质，去搭建一座通往真理的桥梁。是的，知识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一场在 genos 类与 diaphora 种差之间，或者说在同象与异象之间来回穿梭的动态光谱。这真的非常精彩。好，我们现在有了宇宙的形上学蓝图，也就是体，然后也掌握了人类如何认识这个宇宙的动态桥梁，也就是象。对，体和象。但在哲学里，只有理论和认识是不够的吧？我们终究要回到这个充满杂讯、不完美的现实世界里生活啊。没错，知识必须被实践。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把这些高远的哲学用在具体的行动上？这应该就来到了华严六象的最后2项，也就是成象与坏象。这对应了整体哲学的伦理性，对吗？是的，伦理实践，也就是事物的用。但在这里，用不仅仅是我们现代人以为的那种道德规范或是行为准则。那在你们的框架里，伦理性是什么？在我们的框架中，伦理性是真理在现实与历史中的具体落实，这包含了一个建构与解构的双重运动。建构与解构。对，首先是成象，
代表着成就与建构。在现实中建构意义，这听起来很像亚里士多德的风格啊。他不是总强调事物要从潜能走向实现吗？你说的很对，亚里士多提出了实现或是生成的概念，希腊文言是 energia 或者是 genesis。energia 还有 genesis。对，这是一个将潜能转化为具体现实的过程，也是在现实中建立结构、实践美德的历程。但我们同时发现，柏拉图也有一套对应的实践机制。柏拉图也有，他不是觉得现实世界都是假的吗？其实不然，柏拉图认为现实中这些不完美的事物是透过分有，希腊文言写 mythesis 来沾染理性的光辉的。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 energia 这个实现和柏拉图的 mythesis 这个分有，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词案努力去搭建、去建构某种符合真理的形式。没错，这就是成像的意义。了解，这就是成像。但如果我们已经建构出了一个符合真理的形式，为什么还需要接下来的坏象？坏这个字听起来就是破坏、解构。这难道不是一种退步吗？如果我们回到古希腊人的智慧里，坏象绝对不是一种悲观的毁灭，相反地，我们认为它是迈向更高层次真理的必经之路。必经之路，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建构，也就是成像，最终都是为了走向解构与舍弃，也就是坏象。柏拉图在《费多篇》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他主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与进化，希腊原文是 catharsis。练习死亡，这对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来说可能有点惊悚诶。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这是不是有点像蛇在蜕皮？蛇蜕皮，你继续说。就是那层旧的蛇皮曾经保护了蛇，赋予了它具体的形状，这就像是你们说的成像，一种建构。是的。可是当蛇成长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如果它不狠下心来把那层旧皮给撑破、脱落，留在一旁，那层原本保护它的皮反而会让它窒息而死。所以柏拉图说的练习死亡或者 catharsis， 其实就是丢弃对旧有结构的执着。哇，您这个蛇蜕皮的比喻非常贴切。那层必须被褪去的旧皮，就是我们对于感官杂多与既有认知结构的执着。Catharsis 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勇敢地进行解构。所以这就是坏象。对，而且无独有偶，在亚里士多德探讨自然界变动的理论中，他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叫做缺失或消灭。希腊原文是 steris 或是 phthora。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phthora， 没有消灭，就不会有新的 genesis， 就不会有新的生成。完全正确。任何新状态的生成与实现，必然伴随着旧状态的缺失与解构。我们在文献中特别强调一个观念，那就是工具在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任务之后，就必须被放下。必须被放下。是的，如果我们死死抱着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形式或认知结构不放，我们就会被僵化的教条给绑死。唯有经历了坏象的彻底解构，我们才能真正超越工具的局限，完成从学到觉的终极跃升。所以柏拉图说的进化catharsis 跟亚里士多德说的消灭 phthora 其实都是为了真正的解放。我们从形上学的总与别走到知识论的同与异，最后落在伦理实践的成与坏。我们确实看见了这两位大师在每一个面向上都是互补而且共鸣的。没错，他们是一体的两面。但这也让我产生了今天最后一个可能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拆解了2000年前的希腊哲学，还用上了这套精密的6项框架。对于现在正戴着耳机，可能正在通勤、正在运动的听众来说，这份视域融合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意义？这正是我们这项研究最希望传递给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我们的框架中，这体、相、用的6个项，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不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的，在任何一个极为细的瞬间，它们都是同时具足且互为条件的。这意味着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从来就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争吵过。从来没吵过。
它们只是在同一个因果相及的动态宇宙中选择了不同的节点作为切入点而已。而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我们过度依赖大数据，习惯将万物实体化、技术化。确实，我们现在的思维非常僵硬。我们总觉得凡事非黑即白，只要我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定义出一个绝对完美的标准答案，我就掌握了客观真理。这就像是过去的学者硬逼着大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选边站一样。没错，我们陷入了一种极度僵硬的中心化思维里。但是这份整体的哲学文献提醒我们，万物无论大小，都是这个整体宇宙的全息展现。这也就是东方哲学常说的一花一世界。一花一世界，每一个瞬间都包含了全部的6个象。对，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退回到寻找一个绝对不变、将死客观真理的死胡同里。相反地，我们要在每一个当下去体认到那纯粹的潜能与形式，然后透过知识的同与异去与世界对话。更重要的是，在伦理实践上，透过不断的建构与解构，也就是成与坏，去趋近那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诠释域。真理从来不在遥远的彼岸，真理就在每一次勇于建构又敢于放下的行动之中。真正的智慧不是找到那个最终的答案，然后就停滞不前，而是看见事物生生不息、互相牵连的动态全貌。没错。这真是一场无比丰盛的思想天光宴。我们从宇宙最底层那片虚无的纯质料，一路向上攀登，穿越了心智认知的同与异，最终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次拿起与放下之间，看见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肩而行的身影。这就是我们希望呈现的视域融合。他们不再是历史课本上互指责骂的对手，而是共同指引我们认识宇宙的导师。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探索之前，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把今天这份哲学的洞见带回你的现实生活中。把它落实在生活里。如果这套整体哲学告诉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必然同时包含了宇宙的建构与解构，也就是成相与坏相，那么请你诚实地问问你自己，在你现在的生活、工作或人际关系中，有哪一套你曾经引以为傲、看似完美的形式或认知规则，其实早已经像那层旧蛇皮一样，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任务，正等待着你去勇敢地将它解构，也就是进行 catharsis 或 Dora？ 你是否愿意放下那个曾经的工具，好让自己能够跃升，却迎接下一个层次的真实？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文本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